美军打造空中航母，首次成功的在空中回收了无人机。此前，他们遭遇了9连败。那么这次在空中成功回收无人机，对我们有些什么启示？我们需要学习这种方式吗？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据防务新闻网站10月6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近日呢，首次成功的使用了一架 C-130运输机，在飞行中捕获了一架 X-61小精灵型无人机。不过，参与测试的2架无人机中，只有1架回收成功，而另外1架因回收不成功而损毁。该机构还表示，在这次试飞中呢，这2架小精灵无人机还成功地完成了所有的编队飞行测试和安全功能测试。小精灵无人机已从 C-130运输机货舱内伸出的一个回收臂进行了对接，然后呢，该型无人机将机翼折叠，再由回收臂将其转送到机舱内。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希望这一个项目有朝一日能够让美军从轰炸机、运输机甚至战斗机上发射无人机，使之呢成为未来无人机的搭载平台。那么他们把这些小型无人机投射出去之后，搭载他们的这些平台，包括轰炸机啊、运输机啊、战斗机啊，将停留在远离敌方防空火力圈的外面，通过派遣无人机群前往危险地带执行情报监视、侦察、电子战以及反辐射攻击等任务。那么这个想法很好，现在呢试验呢也获得了初步成果，也就是说他在前后10次的试验中呢，最终在第10次验证的时候成功的回收了1架无人机，但仅仅是1架。那么前几次回收失败大致都是什么情况呢？用航空母机投射小型无人机，并且在空中对它们进行回收，这个想法美国人已经提出了好几年了，试验工作呢也做了多轮。那么最早他们设想的几个回收方案，一个是在翼下搞的一些回收挂架，让无人机呢自动对上挂架然后回收。当然这种回收方式有一个毛病，就是即使是回收成功了，一个挂架顶多也就能够回收1架到2架，而且它们无法被送到货舱内，因此挂架上即使回收成功也很快就会满。那么最有效的办法应该是从后舱门这个位置来回收无人机。那么在后舱门回收无人机可以说有几种办法，一个你让这些无人机和 C-130运输机保持等速平飞，然后逐渐加速，直接飞到座舱里，由舱内的拦阻网或者是舱内的人员直接把它回收了。当然这种办法恐怕有问题，因为在运输机的尾部气流会非常复杂，而这些小精灵无人机能够准确地对准那些打开的后舱门飞入舱内，这个是未知数，恐怕很难做到。那么还有个办法呢，就是在机舱内伸出一个机械臂，通过这个机械臂和天上的无人机对接，但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受到气流的大幅干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呢还能否保证它每次都回收成功呢？现在还不好说。你像最后的第10次回收试验，也不过成功了50%。那么今后随着技术的进步，经验的积累，可能回收的成功率会越来越高。那么为什么要把放出去小无人机回收呢？因为它们的航程很短，你要想让他们执行完任务以后飞回到己方的安全地域降落，这个恐怕现在还做不到。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在空中把它们一架架的收回来，从而呢让他们能够再次执行任务，有助于大大的降低它的使用费用，降低它的成本。但是
如果回收技术过于复杂，回收成功率太低，恐怕这样的目标就很难达到。何况，如果回收过程中发生有人机和无人机危险接近，甚至呢有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母机的飞行安全。最终呢，美国的试验是否还会继续进行下去？它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和水平，还有待后续观察。但是这项技术既然已经开始试验了，那么可能会继续搞下去。那么它对我们中国有没有启发？因为以 C130 同类型的运输机我们有，和 C17 重型战略战术运输机类似的大飞机我们也有，那就是运20。那么通过这两种不同的平台发送无人机和回收无人机，应该说在平台上我们没有任何的难点。真正难的还是回收技术，采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回收这些无人机，才是今后需要认真考虑和解决的问题。那么除了美军现在提出的两种回收手段以外，还没有其他的回收方式和方案呢？我想按照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我们一定会开发出更先进、更可靠、更安全的在空中回收无人机的方式和方法。从使用和成本这个角度考虑，在天上回收无人机群，它的经济效益是很高的。在这个领域，恐怕我们也会继续跟进，而且采用更好的、更可靠的方式来解决无人机的回收问题。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